嘿，大家好。6月25日，嫦娥6号返回器准确地在内蒙古预定区域着陆，从月球背面带回了2000克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样品。这项历时将近2个月的探月任务算是正式完成了。在这里，我们得先热烈祝贺一下我们的航天工程取得了如此圆满的成功。自2004年我国正式开始嫦娥工程到现在已经20年了，中国航天人的每一项计划都在稳步推进，这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为我们的航天人点个大大的赞吧。但是你以为嫦娥6号的目标只是为了那2000克的月背样品吗？欢迎来到未来学研究局，今天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我们的探月工程，以及我们中国航天的未来计划。关于嫦娥6号的发射到返回的全过程，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信息了。我今天的节目也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而是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次任务的完成，远非带回2000克的样品这么简单。我们的太空探索在下一步大棋，稳步推进，而且环环相扣。而这种系统性的探索计划的价值，将从这次任务的成功开始，真正的显示出来。嫦娥6号这次携带了一共4个国际载荷，在刚完成进月制动进入这个环月轨道的时候，先释放了巴基斯坦的一个立方星，还有3个探测器跟随着嫦娥6号着陆器一起，在月背完成了着陆并完成了部署。这3个探测器分别是法国的月球氡气探测仪、意大利的月面激光角反射器以及欧空局的负离子分析仪。嫦娥6号带回的2000克样品中国国家航天局也先后制定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和这个月球样品及科学数据的国际合作实施细则，详细的公布了月球样品研究的申请流程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具体信息。也就是说，样品研究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科研团队开放。此外即将在2026年发射的嫦娥7号，我们还会和包括俄罗斯、意大利、瑞士、巴林、埃及、泰国以及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进行更多的科学合作。那我始终觉得科学研究不应该有国界，政治方面的事情咱们不能谈，也不敢谈。但是当一个国家在制度和经济可支撑的范围内，进行了像嫦娥6号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太空探索任务后，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一起研究，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国该有的姿态。哪些国家看到了这类研究的价值，那就加入我们一起参与，咱们欢迎。哪些国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与，咱们就做好自己的事，那我们一起在一个受管理的范围内进行战略竞争。不过我在准备这期节目查看各类资料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看到一些言论，要么觉得别的国家都是小弟跟着咱们的项目抱大腿，要么穷酸其他国家的航天任务不如咱们的进展顺利，再要么就是对其他国家一通冷嘲热讽，一脸瞧不上。我觉得这种心态实在是大可不必，因为历史证明，所有的航天科技乃至整个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后转向民用以后都会让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成为受益者。咱们在航天方面稳扎稳打，有了今天的成绩，反过来更应该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所有的合作和竞争，这才是所谓的大国气度和大国风范嘛。所以我相信的是随着中国嫦娥工程的不断推进，我们在全球的航天竞争中的地位一定会得到持续的提升，会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更深入的交流和合作，这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一点。你觉得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说远了，咱们回来。我在这期视频开篇的时候说到，嫦娥6号的目的远远不是从月球背面带回2000克样品这么简单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嫦娥工程的目标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嫦娥6号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月球探测。嫦娥7号将在2026年前后发射升空，对月球的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进行综合探测，尤其是要对月球南极的环境和资源进行勘察。重要的目标就是寻找水冰。那嫦娥8号也将在2028年的前后发射，重点要开展的是月球科研站的一些指挥通讯方面的验证，远程机器人探测和资源原位的利用，并将跟这个鹊桥2号组成咱们的月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2030年前后，我们要实现的是载人登月。2040年前后，我们要在月背上建成一个完善型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那此后还将建设应用型的月球科研站，
形成一个多功能的月球基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你还觉得嫦娥6号我们只是为了带回来2000颗样品那么简单吗？如果你真的了解了整个探月工程的长期计划，你就会觉得这2000颗的样品只不过是我们探月工程进展过程中捎带手完成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难度很大，虽然这件事情别人也还没做过，但是我们做到了。但是在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再加上嫦娥7号、8号即将执行的任务来看，真正重要的是为建设月球基地，我们要进行大量的技术储备。短期内呢，是为2030年载人登月提供储备；长期来看呢，肯定是为将来建设的多功能月球基地做储备，甚至是为我们未来的火星探索以及木星系探索去做更多的技术储备。那在这个过程中，从运载火箭到地月轨道转移，从遥测技术到自主导航，从中继通讯到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探测，再从月背寻找水冰到资源的原位利用，这些都是我们实现长期的宇宙深空探索的必须的技术。我举个例子，其实这一次嫦娥6号的样品在被钻探收集以后，被放入了那个上升舱，然后呢，上升舱从月背起飞，进入到月球轨道，跟轨道上的对接舱对接返回地球，进入地球轨道后呢，返回舱又脱离，再入大气层受控着陆。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就是为载人登月进行的技术验证和真实模拟，不是吗？可能唯一的不同只是这个上升器的尺寸，比将来载人登月舱的尺寸会小1号而已。我不是航天专业，但是从已经执行的嫦娥5号、6号2次的这个月面样品的取回的流程上来看，我们对载人登月的技术验证，在航天器轨道验证方面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更令人激动的还在后边。除了嫦娥探月工程，我还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航天的另一项伟大的工程——天问系列。这是中国在2020年首次提出的行星探索任务的计划统称。任务发布当年，我们的天问1号便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5号遥4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在2021年的5月15日成功的在火星表面软着陆。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天问1号呢，则在随后开展了火星的全球遥感探测。那在2025年5月的前后，我们的天问2号也将要发射升空。计划是对距离地球超过4000万公里的一颗近地小行星进行伴飞、取样并送回地球。然后天问2号会继续出发，去对下一个目标，也就是一颗彗星进行伴飞探测。那预计是在2028年的前后，我们的天问3号也会发射升空。现在的计划是前往火星软着陆，进行取样，并且送回地球。再往后到2030年的前后，我们的天问4号也会发射升空。大方向呢是去对木星及其卫星进行科学探测。它将释放2个探测器，那主探测器呢会进入到木星的星系内，最终要泊入木卫4的轨道。副探测器呢将前往天王星进行飞猎式的探测。所以你看，中国航天几个探测任务现在正在同步的进行。嫦娥工程主打的是月球探测，长期目标呢是要在月球建立一个基地。那天宫的任务呢，主打的是空间站的太空实验室。那第3个天问任务则主打在太阳系内行星的探测，其中也包括了火星探测。我相信随着月球基地的建立以及火星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国一定会在2030年之前公布自己的火星基地计划。当然，这仍然不是计划的全部。中国科学院在去年9月提出了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取名为天宫开物。天宫开物的计划呢，是由中国科学院的王卫院士和他的团队在2023年9月，在他的太空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的发展战略论证中提出的。这是一项横跨了整个21世纪的太空战略，目标是要在2100年前实现整个太阳系的资源开发。我搜索了为数不多的关于天宫开物的网络资料，大概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宏伟计划的蓝图吧。首先呢，要开发太阳系内资源，我们需要对太阳系内的行星、卫星、小行星等天体进行更详细的勘探。目前我们的勘探水平呢，仅仅局限在这些行星的表层资源，而且效率低下。
天宫开物计划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无人探测器，在太阳系内进行更大规模、更高精度、更广的范围以及更高效率的探测。其次呢，是要研发可重复使用的航班化的运输工具的技术，尤其是核能火箭发动机。同时呢，要推进无人深空资源的开采设备以及小行星推进器的研发。最后呢，在勘探和采集技术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开始真正的进入资源开采阶段。采集获取的原料，一方面可以运回地球，另一方面更多的可以就地加工，供给驻扎在各个行星、卫星以及小行星的太空基地上使用，或者呢，直接进行在轨的巨型航天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天宫开物这个计划中，我隐约能读到刘慈欣的《三体》中张北海那一代人面临的时代了。虽然这个天宫开物还仅仅是一项初步计划，但是我想中国科学院的初步计划应该会大概率地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吧。事实上，我觉得人类的太空大航海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这一轮我们走出地球，飞向深空，跟美苏冷战那一轮太空探索的背景截然不同，不是为了谁去压倒谁，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国家的意外退出而戛然而止。我们这一轮向太空的进发，是人类的天性和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当我们的祖先在夜晚抬起头来仰望星辰大海时，这种天性便注定了我们在科技发展到这一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拼尽全力地去到太空的深处探索求知。那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像当时我们人类的祖先走出非洲大陆用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他们的后代才在现在在整个地球建立起了灿烂的文明。我们这一轮太空探索、太空大航海也一定不是短暂的一瞬间，而注定是一首持续成千上万年的历史史诗。或许100万年后，居住在银河系另一端的人类后代会把我们称为智人，但他们的历史书里一定会记得这个时代，记得每一个参与这一伟大进程的你和我。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你喜欢，希望你关注我的频道，也欢迎你的点赞、评论和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不断制作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